当你还在纠结该不该抄底美股的时候，有的人早就已经在后台改写了整套游戏的规则了。当这一切都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剧本的时候，有的人还在继续付钱当那个买票的观众。历史呢不会重复，但是一定会押韵，而这一次押上的却是你的钱包。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邵医生，先跟大家算一些简单的数学题嘛。如果你今年1月把3.3亿台币换成美元的话，你就可以换成1000万美元，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投资美股了。但如果你到现在什么股票都没买的话，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美元指数今年就暴跌了10%了。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美元也是暴跌了10%。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资金就已经亏损了10%。就是原来你用3.3亿台币换了1000万美元，但是现在你这1000万美元只能换回不到3亿的台币，你直接就亏损了10%。也就是说3000万台币。那么所有的资金亏损10%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简单点今天你不想要亏钱，你就要把这1000万美元变成1100万，这样呢你才可以换回你的本金，也就是3.3亿台币，对吧？也就是说你在美股上面的目标就是要去用1000万美元去赚100万的美元。那么各位，怎么才可以用1000万赚100万呢？第一，你可以拿着这1000万美元全都压在一只股票上面，就是全仓去买进一只股票，然后这只股票只要涨个10%，你这样就可以不亏钱了。但是你还没有赚到任何的钱。而如果这只股票不是涨10%，而是跌10%的话，你还要再多亏100万了。这样你要赚200万你才能回本嘛。所以全仓去买进一只股票的只有一种人，就是赌徒嘛。就连一些有内幕消息的股东他也不会把所有的钱都压进一只股票了。就算从来没有投资过股票的人都知道，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了。也就是说，大部分人的情况最多也就拿一半的仓位，也就是500万去买一只股票，对吧？所以大多数的人他就会把1000万拆分成2笔500万去买2只股票。那么如果一只500万的股票涨了10%，你赚了多少呢？就50万嘛。所以你想要用2只500万的股票赚100万回来，你这2只500万的股票都要分别涨10%，这样每一只股票都能替你赚到50万，2只就是100万嘛，你就可以把你亏的都赚回来。那你觉得这难不难呢？我说的只是把你亏的赚回来，你也只是回本，还没有开始赚钱。就是你做了这么多的研究，找了2只股票，最后你这2只股票都涨了10%，但你还没有赚到钱。而更多的散户会做的事情就是他们的1000万只用100万去买3、4只、4、5只股票，到最后就算这5只股票都翻了1倍，你才把这100万赚回来。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要证明给你看，你所有的资金亏损了10%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就算你把1000万的本金拿去买了10只100万的股票，每只都亏了10%，你也才会亏100万。这有多倒霉的人才能做到呢？但是你今年只要把钱换成美元，你什么交易都不用做，你所有的钱就先亏个10%，未见官先打10个大板，你 OK 吗？甚至说像我和我的弟子去年年头无脑的买美股赚到的利润，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现在也不卖美股，不把美元换回我们的货币，那么我们所有赚到的钱是不是就好像要交10%的税一样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去年年底要卖美股换日元换黄金的原因。除了是因为之前讲的我看到股灾的危险提前拿钱跑了，更多的就是为美元贬值而去避险，保护我们的财富。而且这美元的贬值会大大增加了我们交易美股的难度。那这些都是我们事前的角度，在去年的影片跟大家分享了，影片为证，不能造假。而今天我将会站在事后的角度去看经历过4月的股灾之后的美股，到底现在是不是进场的时机呢？现在美元相当于打个9折嘛，我少花了10%的钱就可以换到跟年头一样多的美元，那这是不是更划算了呢？不过现在这个美股又已经反弹了不少了，我现在去买的话会不会太晚了呢？但是现在如果真的是抄底的机会，为什么去年就大量卖美股的巴菲特现在1分钱的股票都没有买，在4月份的股灾反而卖掉100亿的美股呢？
如果说只是股神他一个人，我们还会觉得这只是特例，但如果连全球最大的桥水基金呢，他也在疯狂的卖掉60%他们买的最多的标普 ETF。如果连曾经预测到08年金融危机，就是电影大空头的原型 Michael Burry， 还有索罗斯的搭档 James Rogers 也几乎卖掉所有的股票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入股票，你就是跟这些人去对赌的时候，你去接盘他们不要的股票的时候，这个到底是抄底的机会，还是说大户出货的机会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场局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美国政府最怕的事情不但正在上演，而且这件事呢还是美国政府亲手促成的。为什么？之前影片说过了，川普他在上台之前就好像中了邪一样他见人就说我不要当这个胡佛总统。为什么他不提这个奥巴马，不提这个肯尼迪，而是提这个胡佛呢？他甚至公开去祈祷这美国的经济可以在拜登的任期时候崩盘因为如果在24年的时候崩盘，他上台之后呢就可以扮演这个救世主了。但是现在他上台了之后，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崩盘嘛，这个炸弹呢还是顺利的传到他的手上了。而最诡异的是，他现在上台之后做的每一件事都跟胡佛1929年引爆这个大萧条的剧本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1929年胡佛一上台呢就疯狂的加关税，那现在的美国政府在做什么呢？也是对全世界加关税还有呢，胡佛当时大规模的把移民赶走，而现在美国政府呢更是直接派军队到洛杉矶的街上去抓人还有呢，胡佛当时要给企业去减税，而现在呢，美国政府就全力的推动减税的法案，都准备要投票通过了，甚至他的好兄弟马斯克也跟他直接翻脸了。现在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按照他这么发展下去，如果跟历史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最后会有什么下场呢？就是你在电视看到的，或者你能想象出来的，都可能会发生。比如无数的家庭瞬间的倾家荡产，大街上面全都是那些流离失所、找不到工作的人，然后东西呢也卖不出去，大家呢也没有钱去买，钱呢也不值钱，跟废纸差不多，然后就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胡佛也因为这样就被钉死了在历史的耻辱上面。所以只要你是一个正常的人，你应该要跟胡佛做的事情反过来才对但现在的美国政府跟当年做的就一模一样吗？这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说有些事有些结果被安排好了，那时间到了谁上来都要去做的呢？听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扫利森你又在瞎扯了虽然你说对了4月的股灾，但现在美股明明都开始反弹了，你还在说什么经济崩盘？现在的情况还能比4月的时候更坏吗？ OK， 那我们今天就不讲预判，只讲现实在发生的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这个美股大盘确实是反弹了，没错。很多人也知道，大跌呢通常也会伴随着一个反弹。但美股的大盘再反弹，是不是就代表美国大部分的好股票也跟着一起反弹了呢？比如说标普指数反弹了那标普里面的那500只股票是不是都在反弹了呢？我们团队自己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指标就是这张图嘛。这个图呢其实就在讲标普里面500只股票在200天平均线上面的股票占比。也就是说，这条蓝色的线涨得越高呢，那么就会有越多的股票，它们的股价在200天平均线上面。什么意思呢？200天的平均线就是说，最近200天买了股票的人，他们的一个平均成本嘛。如果股价比200天的平均线高，那么就代表最近200天买股票的人都是赚钱的，也就代表这只股票这200天是往上涨的。相反，如果股价比200天的平均线低，那么就代表最近200天买股票的人都是亏钱的，也就是代表这只股票这200天是往下跌的。所以我们再看这张图嘛，如果这条蓝色的线涨得越高，那么就代表越多股票在最近的这200天是往上涨的，相反就往下跌嘛。那我们就看在去年24年的时候呢，这条蓝色的线最高呢就涨到80左右，最低呢就跌到了60左右。也就是说，在去年24年的时候，
标普大盘里面最少的时候有60%，最多的时候有80%的股票都是在200天平均线之上的，也就是说有6-8成的股票是往上涨的。但是25年之后呢，在4月股灾的时候，这条蓝线最低就跌到了15左右，也就是只有15%的股票是在200天平均线上面。也就是说，只要你在4月之前那200天买了美股，那么4月的股灾有85%的股票都是让你亏钱的。而现在美股反弹了，这条蓝色线也跟着反弹了，但是现在最高呢才涨到50左右，还没有回到24年的时候60的最低水平。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虽然美股的大盘现在已经反弹了，但只要你在最近的200天买了这大盘里面的股票，那有一半的股票都是让你亏钱的。那再简单来说呢，在24年的时候，只要你闭着眼无脑的去买美股，有60-70%的股票都是让你赚钱的。但是在今年开始呢，只有15%到50%的股票是让你赚钱的。你买对上涨美股的胜率呢，是不是就变少了很多呢？而最重要的是，现在美股大盘都反弹回去了，但是还有一半的股票还是亏钱的，都还是没有涨回去的。那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现在的美股的上涨其实有点虚的，可能是少数一些权重比较高的热门股，他们是涨了，所以就带动了大盘也跟着一起涨了。但这也掩盖了其实还有一半左右的股票都还没有涨回去，还是让最近200天买了股票人亏钱的这个事实。那么1929年大萧条之前哦，无数的散户也是在股灾之后看见到反弹了，然后就进场接盘了。当时的美股大盘呢，甚至再次创下了新高，但是大多数的股票早就已经下跌了。那现在跟当时像不像呢？所以我们投资为什么要去判断趋势呢？就好像我们出海去捕鱼，你出海之前呢，你不看老天爷的趋势，你不去看会不会刮风下雨，那你怎么出海呢？同样的道理，你看到市场都是风险了，你也一定要出手去砸钱投资吗？所以趋势就是帮我们找到一个好的天气去投资，去提升我们赚钱的胜率。而鱼在什么地方，怎么去捉鱼，捉什么鱼，什么鱼能卖出去比较贵，就跟我们要投资什么是美股还是港股，是比特币还是黄金，那美股买什么，什么时候买都是一样的。这些呢就叫做招式。而一旦我们做不到鱼了，做错鱼了，甚至天气突然变化了，准备翻船了，怎么办？这些呢就跟我们投资止损和风险管理是一样的。所以巴菲特他们非常知道趋势的内幕是什么，甚至他们可能就是创造趋势的人。而对于我们来说呢，虽然我们不能预知趋势，但你看到乌云了，难道你还要出海吗？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并不能知道明天到底会打仗还是地震还是关税之类的，我们能做的就只有大概率的事情。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去玩这场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比特币、黄金，甚至是外汇。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的话，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而如果你错过了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将取消了。然后我们看这图嘛，就是用美国那些大机构他们做多美股的钱跟做空美股的钱的比例画出来的一条线。很简单来说嘛，如果美国的大户他们做多美股的钱比较多，那这条线呢就会涨上去；做空的钱比较多呢，那这条线就会跌下去。20年疫情的时候，美联储印钱嘛，无数的钱就流进了美国资本家手上，然后他们就拿这些钱去做多美股，所以做多的钱呢就会比做空的钱多，这条线呢就涨了。但是21年之后呢，这条线就开始下跌了，跌到23年，而美股呢也是从21年跌到23年的。那么只有2种可能嘛，第一呢就是做多美股的人变少了，第二呢就是做空美股的人变多了嘛。但是到23年之后呢，美股又重新开始暴涨了，涨到了20年，维持了1年多的大牛市，也是我们自己无脑进场的时候。
但是23年到24年这条线却不涨也不跌，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这些美国的资本家，他们没有资金进场做多，也没有进场去做空。而美股为什么会涨呢？就是我之前影片说的，因为美国升息了，它吸走了全世界无数的钱，这些钱进来美国之后就去买美股嘛。我自己呢也是其中一个，也就是说23年到24年的牛市都是外国资金推高美股的。而现在你看到25年之后呢，这条线又瞬间开始暴跌下去了，这又代表什么呢？还是只有2个原因嘛，就是做多美股的资本家变少了，第二呢就是做空美股的资本家变多了嘛。那么我们都知道的，就是现在无论是巴菲特还是桥水基金，还是大空头的男主原型，甚至是索罗斯的搭档，他们都在卖出他们长期持有的美股了。也因为这样，这条线往下走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很多的长期资金已经撤离了美股了，做多的资金呢变少了，也就是说大户在卖货。所以最恶心的是，美元现在在下跌嘛，代表全世界都在卖美元，代表钱正在流出美国。那么钱既然在流出美国，长期做多美股的大户资金呢也变少了，但是这个美股却反弹了，为什么？也就是说流出美股的钱呢比流进美股的钱少嘛。那我们放大一下这个美股大盘的成交量，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美股反弹的那个时候的成交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没有突破紫色的50天平均线的。也就是说美股反弹的时候成交量它不算大，这代表什么？买的人他不需要花很多的钱就可以把这个股价推上去了。也就是说并不是有很大量的资金进来推高了这个美股反弹，只是股灾之后没有很大的资金再卖了。但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成交量很小，因为现在跟过去相比呢，成交量也没有萎缩的很严重，所以美股的成交量看不出很明显的蛛丝马迹。那么就很简单嘛，我们看期权的成交量最近是直接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股灾之后都进场玩一些高风险的投机了。那么成交量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你买了100万的股票，那这个成交量就是100万嘛。你卖了200万的股票，成交量就是200万嘛。那么成交量越多，是不是就代表越多的钱进去美股呢？不一定。如果你拿10亿出来买了一只股票，那么当天的成交量是不是就多了10亿呢？但是你买了之后永远不卖，也就是说只有在你买进股票那一天，股市才会因为你多了这10亿的成交量。但如果你今天买了10亿的股票，然后下午就卖了，你就成交了2次嘛，每一次是10亿，那么你一天呢就可以带来20亿的成交量。然后第二天你也一样，你又买了10亿的股票，然后下午也卖了。你每天都这样做呢，虽然你投进去的钱还是10亿，你没有再投进去更多的钱，但是你这样早上买下午卖，你一个人每天都可以说出20亿的成交量。再简单来说呢，交易的越频繁，成交量就可以越大。那么为什么现在投机的人这么多呢？除了是很多人想要在股灾之后进场加杠杆的去抄底，更多的是因为美国的大非农数据告诉你，美国还是一片繁荣啊，就业市场呢还是非常的火爆，随随便便找份工作你都能收到5份以上的 offer。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去年有看我的影片，你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的数据是可以造假的。美国去年修改就业数据呢不是1次2次了，去年的时候他居然直接下修80万大非农的就业数据，就是今天告诉你啊，我们有100万人找到工作了，明天就告诉你这个数据是错的，可能只有50万。但很多人呢就看着100万的这个数据去投资美股了。而且你会发现大非农数据呢跟小非农数据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小非农呢就告诉你美国整条街都是失业的人，那这不就很矛盾了吗？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事再串联在一起，你会发现川普在做跟1929年一样的事，钱呢在流出美国，美元也贬值了，然后巴菲特这些长期的资金也在撤。但是美国政府的大非农就业数据就告诉你，美国经济一片繁荣，吸引了无数人进去美股投机，美股大盘呢是反弹了。但只要你在最近的200天买美股，有一半的股票都是让你亏钱的。再简单来说呢，大户在卖货，散户和投机的钱呢却在买货。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有没有可能只是一场虚假繁荣，回光返照，偏散户进场去接盘呢？而我们从去年年头无脑的把大量的钱去买美股，到慢慢的去减仓，再到慢慢的去打游击战，赚到钱了就跑了短线投资，再到今年完全的不去碰美股。最重要的原因呢，并不只是我看到美股的风险，还有4月的股灾，而是因为现在的美股市场是我们最难做风险管理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股市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赌场时刻，就是会让你睡不着的时刻。现在无数买了美股的人，甚至我身边认识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投资人，他们现在晚上都是不敢睡的。为什么呢？最近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新能源行业嘛，比如说 FSLR 这只股票财报之后呢，它就跳空上涨了 22%， 成为了全世界市值第一的光伏新能源企业了，很厉害对吧？那么如果你不想要踏空，不想要错过这个行业的暴涨，你就会在财报之后买进这只股票，然后过了2天这个川普就直接推出了大漂亮的法案，直接终止了对这个行业的补贴，而这只股票直接就掉头暴跌了 25%。 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财报之后，你拿100万买了这只股票，你瞬间就会亏了20多万。还有同样是新能源的 RUN， 直接就跳空暴跌了 50% 了。所以如果你看对了这个新能源行业的股票，你想要赚到钱的话，你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跳空上涨之前去买进，然后一涨你就要立刻去卖了。因为如果你卖晚了1秒它就会掉头跳空暴跌了，你钱就不但赚不到，甚至你还有可能会亏钱了。而如果你是在财报之后才跟着进去买的话，那么一个跳空下跌你就瞬间套牢了。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那 Tesla 呢？3月的时候，这个川普就买了一辆 Tesla， 然后这个股票就见底了。而就在前几天，川普只是跟马斯克吵了个架，这个 Tesla 就瞬间1天暴跌了最高 17% 了。还有苹果公司，还有之前的 Amazon 等等之类的，就是今天开大还是开小，全凭他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政策就说了算了。那我们怎么玩呢？你进去不就跟赌钱一样吗？比如说我今天设了 5% 的止损，那么一只股票因为美国政府的一句话就可以瞬间暴跌 20%， 那我们要怎么止损呢？而且赌场是谁赚钱了？是赌徒吗？赌场当然是只有开赌场的人赚钱了。无数的美国媒体都已经发现了，每一次只要有重要的政策公布之前，比如说之前的钢铁关税，还有科技补贴的政策发布之前都会有一些先知先觉的人突然提前布局了，然后政策出来之后，同一波人就会突然清仓的。还有之前的股灾，川普家族去做空，还有之前的比特币暴涨也是的。当然了，这种内幕交易每年什么时候都有，但是现在这一刻却是内幕交易最频繁、最容易赚钱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赚钱可能是很快，但同时这种风高浪急的时候，让你亏钱也会比过去快啊。我自己从来不会交易大部分时间可以被人为操控的市场，因为再好的股票也可以被一句话毁了，你怎么玩呢？那么听到这里，你可能就会问，我不买个股，就是我不去买什么 Tesla 什么苹果公司，我直接去买大盘指数的 ETF 不就行了吗？现在大盘反弹了，那我有什么风险了？如果你觉得美元不会再跌了，又或者是你是香港人，港币跟美元是联系汇率的，你没有货币贬值的那个风险，那么确实美股大盘的风险是比个股低的。但虽然如此，我自己今年是没有布局美股，反而从去年就开始布局港股的，而当时的港股就被誉为珍惜生命远离港股的。那么现在我去年买的小米公司就从20块涨到了现在的50-60块，那我就不多说了。我想要说的是，就算没有这个汇率的风险，但你去看嘛，港股大盘从今年1月到现在涨了 22% 左右了，而美股最好的科技大盘也才涨了 4% 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有100万，在今年1月2号你买进了港股大盘，你现在能拿到122万，但如果你买进了美股大盘你只能赚到104万，那你怎么选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年为了避险美元贬值，我不但把美元换成了黄金、比特币、日元，而且还有一部分换成了港币，买了港股的原因。因为就算真的要投了，港股从去年开始就跑赢了美股，所以不买美股不代表我们不投资股市嘛。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也没有买美股，
但我们可以去买台股、买港股、买黄金、买比特币啊。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港股泡泡玛特突破200港币的时候去买进，现在利润呢也有36%左右了。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当然是希望美股可以出现低风险进场的机会啊，因为美股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赚钱最多的市场。说实话，我们也在等美股的机会，但无奈的是，经历过股灾，我们看到的风险呢，不但没有变低，反而变得更高了。那我们怎么买呢？我们只能去买其他的，能赚到钱不就行了吗？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先准备好，想办法去避险，同时去统一一下你我之间的语言，把我整套投资的思维和方法先搞清楚，然后一转身为你自己所用。等到时机成熟了，就果断的出手。所以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着现在还是免费，趁着现在里面还在送福利，趁着现在还没有下架，赶快去看吧。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有些细节你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影片看完。这里我多说几句啊，就是我影片的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不去看之前的影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在马后炮，但其实很多东西早就讲了，我不能每一次都去解释的，这样会很烦，影片也会很长。所以你最起码看完前2集，而最近的局势呢只会更加动荡，但时间的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会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呢？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哦。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